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云南昭通的盐津县，在我的身后啊，这就是盐津的老县城。这个县城啊，被称作中国最窄的县城。好家伙，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。为啥这么说？那这条河是关河，整个县城呢是沿河而建，非常的窄，只有一条路。有的朋友就好奇啊，你看这么窄的地方，那大家为啥非要拥挤不堪生活在这儿呢？哎，就是因为啊，人家这儿有盐井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这儿产盐。而且呢，这里是一个渡口啊，所以啊，商贾云集，大家就在这儿生活了下来。你看它这个名字叫盐津，这盐呢指的就是盐井，津呢指的就是渡口啊。古代啊叫盐井渡啊，现在叫盐津。这回头一看啊，站在这个观景平台是登高望远，你感觉啊，这个县城啊真的非常的独特。新村大桥，这是盐津县的老的，这是一个吊桥，来走一下。江山如此多娇，你看这是个吊桥，你看一走还有点晃。这就是关河，这个河面还挺宽的。你看这房子。后面就是背着山。这个桥建于60年代，60几年的时候这是木质的，然后到了89年的时候，然后改成了这种钢板的。这种桥走的特别有意思，为啥？真有过桥的感觉，你走起来它会晃。你看那边还有火车的声音，过火车。哎呀，我感觉啊，这地方对于外地人来说啊，来到这儿就感觉像一个大的景区，整个县城就各式各样的都能看。你看这房子。那就是铁路，火车慢慢悠悠的走呢。这铁路啊，当地人戏称啊，这是中国第一个通地铁的县城，因为它这个铁路啊，直接在这个城里头就过去了。这地方虽然拥挤啊，但是人们在拥挤之中也能有丰富多彩的生活。你看这楼，这叫啥？这叫多巴胺色，都是彩色的。然后那边也是，然后当地人啊，把这个土地啊是用到了极致，缝里头啊都能给你盖个房。比如说那边全是吊脚楼，沿着河边沿河而建，整个楼啊全都伸出来了，然后地下是柱子。再看这个房子更有意思啊，整个房子感觉啊全部是用底下的方形石柱架起来的。咱写个茶，这应该是个茶馆，你看多悠闲，还有一个小院小的露台。哎呀，这房子真是。那个就是摆弄的，不是一人整的。就是你遇到那个探头那个。这是个老的理发店，你看他这房子啊，是房挨房，缝接缝。作为设计师啊，你都不知道应该咋设计，但是当地的人啊，就是自然生活就成这个样子。这就是山城，你看全是坡，这回家都得爬坡锻炼身体。回头一望就可以看见整个吊桥。你看他这人盖房子真的是极致。
就每一个平面啊，还能拓出来一个平台。这上头也是，你看这个平台，直接就伸出来了，架了几个梁。从这儿上来，你以为是上了楼了，其实啊，这也是1楼，这是路。啥叫一线城市啊？你在这个县城里溜达，你随处可见一个线，啥线呢？就是楼和楼中间啊一个缝，然后透过来的这种光线。咱看一看这一线城市是咋停车的。这儿就是河，在河上搭了一个平台，然后这儿就停车了。感觉比想象中能好一点。车位还挺宽。全是碑楼。这条街啊，你别看小，别看窄，一直往上走就是他们这个老县城最繁华的街。你看这为啥要碑啊？现在全是这斜坡，哎呀，气喘吁吁。这里就是一线城市的 CBD， 这商圈啊。你看这做生意啊都得上楼，因为这1楼门面太紧俏了，但是真挺热闹。走了一路热的，你看这恨，吃个凉虾，凉虾给我来一个。对，这是眼睛的。多少钱？眼睛4元哈。哎呀，我看见里面这个大冰块，我就凉快。这是凉茶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这就是开餐。啊，这里的特色。哦，对。这个是啥呀？凉糕它是2块钱，没得的那种。本来是凉糕，这是凉虾。2小冰粉。啊，这是冰粉。哎，冰粉。来个2串的。哎。滑滑嫩嫩。米凉虾。不点还是啥点？啊，正常就行，这是红糖。哦，好。红糖凉虾，好嘞，谢谢。你看这当地这大姐多实在，这马上就要晃出来。哎呀，这汁子，这红糖她不敢浪费了。为啥来这吃啊？一，那有盐津俩字；二，这是个超市，有空调，凉快。哎呀，热死了！样样都是批发价。大夏天的来一口这，立马凉快了。
冰冰的、凉凉的红糖味儿，咬起来糯叽叽。这两天修路了，盐三姐水粉儿啊，当地有名的店啊，水粉这儿特色。煮了一碗生椒的，生煎水粉啊，生椒水粉。这个是炸香肠，这个是香肠，哦，这个是羊土豆儿，好，来一个土豆，来一个香肠。好的，豆腐没了吗？豆腐没有，马上会炸。啊，马上炸，行，你先炸吧。你先吃一下。好嘞。烧不了我就讲呗。来，我给你分香料。好，撒点料，酸萝卜，辣椒面。这个萝卜。看一看这个水粉，这是酸萝卜，这是脆豌豆、小葱，然后这是肉臊子，这是生椒啊，这就炸的胡辣椒、生椒臊子水粉。这个粉就是红薯粉，然后拿那个漏勺，每天绿的、新鲜的，这个有点像那个四川那个肥肠粉啊。哎，先给它搅匀了，上面这辣椒非常的多，这么一拌，一股这种辣椒的香味涌上来，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好吃好吃，这个汤特别的鲜，最主要是有这个胡辣椒，太香了。哇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，怪不得是当地老店。你能看出来，你看这个粉啊，非常的润，软软的。它叫水粉，水润水润的。这比普通的红薯粉啊，感觉要软嫩一点，但是呢，它也不失弹性。还有人家这个汤真不错。哇，汤底啊略微有点点酸酸的感觉，这还有醋，你还可以再加。这个汤是个鸡汤啊，不肉汤，鲜，好喝这个汤。干辣椒一撒，这云南的感觉就来了。大片的豆腐，这个是淀粉肠，这是土豆，大洋芋。盐津这个地方就是四川和云南交接的地方，你看这个美食啊，就充分的证明了。你看这个就特别像四川的，那这个呢就很云南，你看。哇，好香！好嘞，云南洋芋啊，名不虚传。淀粉肠，这个淀粉肠这个美食，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。你看这个肉肠，大家会觉得更好吃一点，是吧？因为也更贵啊，肉嘛，纯肉的。我跟你说，这纯肉的还真不如这淀粉肠好吃。为啥这小学生啊，在学校门口就爱吃这？你看，就是香。为啥调过味儿？味精没少放啊。这里啊，就是整个县城最宽广的一块地方了，是一个小广场。这
这么宽广的地方，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啊，就要被广场舞大妈给占了，全是跳舞的。这一路走过来啊，这个桥是东风大桥，山水成一色。那边就是新村吊桥，从新村吊桥走到这个东风大桥，大概就是1公里多。这2个桥就勾起了延津老县城的回忆啊。这2个桥都是有历史的，但这个桥比较结实啊，你看它能过车。其实啊，咱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画面啊，全部都是老县城，人家现在还有新县城。那边呢有2个新区，就环境条件要比这儿好一点，但是啊，老县城才有感觉，老县城才有老县城的美食。那边啊就是桥头有一家卤味，我听说不错，咱去尝尝。没这边怎么就没这边？那啥等于就这个江湖卤味儿，那卤味儿，这个是啥呀？粉条是吧？4个鸡胗，然后4个这个翅，然后3个猪脚。这个是鸡屁股是吧？不是，鸡屁股特色。那给我少盛一点鸡屁股，我尝尝。当地特色鸡屁股应该是很香的。再给我来点海带。本来要点鸡爪，结果这生意太好，鸡爪卖没了。啊，行，可以。买了这么多，哎呀，分量真足，124。然后呢，再去那个桥头，从这个头到那个头吃一碗燃面，因为这儿离宜宾很近，这宜宾燃面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啊。这儿呢也吃燃面，但是当地的特色。来，给我来一碗燃面，熏肉燃面来一碗，分大小。哎，小碗来个8块，中碗10块，大碗12块。来个大的。他这个店呢很有意思啊，然后桌子就在这儿，沿街而坐，开了20-30年了，就没有室内是吧？没得90人。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就在这儿坐。哎呀，太有特色了，20几年了。27年了。27年。那咱这个面和这个宜宾的燃面有区别是吧？我们没放花生面。啊，没有花生米，这宜宾燃面有花生米。8碗那个。8碗。这就是延津的熏肉燃面啊，上面是熏肉，然后你看这个燃面啊，感觉和宜宾也差不多，这种干干的、细细的燃面吃的就是干，你看啊，非常的有分量，点起来，这跟水面还是不一样的，瓷实呀，哎呀，太香了，哇，这个感觉啊，来一口，老单啊，最爱点着燃面，太美了，一定要给它拌匀了啊。你看咱坐这个位置也有讲究，咽喉西蜀，索要南滇。因为延津这个地方就是承接四川和云南啊，就刚好在中间。这里就是川滇门户。太好吃了，要了亲命了。哎呀，它既有宜宾燃面的特色，然后又有本地的这种味道。这本地啥味儿呢？就是感觉啊，比宜宾那边啊更野一点，更辣一点，就路子更野。
包括里头这个肉太香了。他甚至我2个多小时，他就觉得他生个他呀，把自己吃点就是可以再吃点了。后来在小区这里吃小米的，我才这么。来点肉臊子，过瘾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熏肉非常有特色，特别香。哎呀，好吃，干香干香。有一碗不要韭菜。哎呀，我不想要韭菜，韭菜好吃。马上给我。本地人啊也知道这干，怕你噎着，你看给你弄个汤，哎呀，烫死我了。啊，这不给个勺儿，青菜汤。毕竟它这里啊是云南的地界儿，你看它除了卖燃面，还卖燃米线。我生活的大哥吃就是燃米线。不能把我的这卤味忘了。这是土豆，土豆一定要吃啊。然后这个对，鸡屁股，讲我平时吃鸡屁股全扔了，尝尝这儿人还吃鸡屁股。还有这个猪脚，大猪脚。你看这会吃不会吃？燃面大姐看了我这么吃，都直呼内行。哦，你看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这个看着是不是非常软嫩？我也是这种感觉，我还想一下咬上去啊，非常的软，结果还是 Q 弹的，特别的筋道，全都是筋儿，硬的弹的这个肉是。100多的卤味，老板以为我有10个人吃呢，好像给了这么多手套，咱还是戴上手套吃啊。这才叫战斗姿势啊！一口肉一口面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麻辣土豆。特别入味，麻辣鲜，这就是鸡屁股，俗称鸡尖。你看别说，真香，好吃。啥叫咽喉西蜀，索要难颠呢？指的就是这里啊！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豆沙古镇，在我身后是石门关。在古代啊，这个石门关的关门只要一关，哎，就切断了从四川到云南的路啊！这中原人啊就进不到云南这里。然后这儿啊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啊，这个蜀渊独道的重要关口。这条路啊叫做无耻道，是谁修的呢？啊，是秦代的这个蜀守李冰啊，没错啊，就是修都江堰的那个男人啊，用了同样的方法，就是烧石头，然后泼凉水，然后再凿啊。因为啊，他这个按照秦代啊这个度量有5尺啊，因此得名无耻道。看这个雕塑啊，这就是当年马帮，然后就在这个无耻道上行走，运送货物，这是重要的要道。
历经千年，经过无数次的践踏，你看这凹痕，像一个马蹄一样，这都是当年这马踩出来的。有朋友就好奇了说：“哎，这怎么马能踩到同一个地方呢？”马估计也差不多，这个大小就这么走，踩的位置也差不多。看这个非常的深，可以放下我的拳头。我现在站在秦朝的无耻道上，我这么一回头啊，就能看到一个奇观，叫啥呢？五道并行。你看，这是水路，然后这是铁路，这是公路，然后是高速公路，这里呢就是无耻道。延津一个小小的县城啊，五道并行。结果这五道并行啊，根本不影响我昨天晚上堵到半夜。为啥呢？因为还有一条路啊是我必经之路。结果呢，前段时间啊下雨，泥石流了啊，很多泥把这个路给埋了。哎呦，那个火车，然后等这个挖掘机啊挖了几个钟头，堵死了。元资题记摩崖石刻，这个唐代的御史元资啊，经过这里，然后赴云南册封南诏王。当时啊，他心情是有感于这个国家实现大一统，民族融合，就来到这里，然后写下了这件事情啊，就提了这个摩崖石刻。现在这个石刻在这个亭子里头，咱进去看看。这个石刻就在这里啊，小小的一块，都上了锁了啊，不能让你摸啊，但是可以让你看。看不清楚，这儿还有啊。大唐贞元10年，当时元资从长安出发，到剑南、盐泉、破东，然后到南诏，这一路就这么来了。在这一带，就是从宜宾到昭通这一带的深山里头，在以前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民族啊，叫做亳人。这些亳人呢，他是夏朝的移民啊。最早他跟随周武王伐纣，然后立了战功，然后被封为是亳侯国。然后这些人啊，一直到了明代啊，因为反对这个明代的政策、明代的政权啊，然后就被灭族了。然后剩下一些仅存的人啊，就四散而逃啊，融合在了各民族之间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神秘的民族，消逝的民族。那现在他们唯一留下的遗迹是啥呢？看没？悬崖峭壁上的亳人悬棺，万丈深渊，悬崖绝壁，你看就在那儿了。然后那些棺木上千年了还在，但是都已经腐烂了。就有人就很好奇啊，说为啥这些亳人啊要葬在这儿这么费劲啊？就是因为啊，他们崇拜山神，而且他们觉得人死后葬得高一点，离天近一点就比较吉祥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啊，1000年前啊，这些人是怎么把这棺材放进去的？有3种说法，一个就是说把水涨起来坐船，但是你看这么深的峡谷啊，这个应该不现实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从上面往下吊绳啊，这也太危险了吧。还有一种就是说从底下凿这个石洞，然后插这个木楔子，然后一层一层上来。具体哪一种咱也不知道，反正这是亳人仅存的一些这个文化了啊。阿星小课堂又来了，这个亳人中的这个亳，你看没？这个字儿就很有意思啊。那很多人不会念，这字儿读亳。其实啊，你从这个字儿里头就可以了解到，哎，这个亳人他这个民族为啥呢？你看啊，它上面一个经济的济，就是因为他们生活这个环境在古代有很多经济啊，感觉长得像刺儿一样，经济的济。底下这个人呢是啥啊？就是古代啊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他们的啊，就是说是夷中罪人，有人道，故自从人啊，啥意思啊？就是指啊，在这个蛮夷之中啊，然后他们是最有人道的，人比较好啊，所以底下是个人字儿。晾的全是玉米，看这里啊，天下雄关豆沙关。逛完这个豆沙关啊，这会儿肚子饿了，咱来尝一尝本地菜。我开车在这经过的时候，看到很多这个路灯、这个电杆啊，上面都有一个小广告，写的是“天下乌鸡王，延津黑凤凰”，是啥呢？就是当地的无骨鸡，来到这儿要吃无骨鸡。你看这儿是一个大桥，在桥头啊有一家这种小店啊，不是一家的，有一排。我觉得在这种小店，你别看小，肯定是本地人吃的，本地味道。来到这儿不仅要吃这个无骨鸡啊，还要吃这个腊肉。正在这洗呢，要拿这个布把这些洗下来。它这个小店有意思，还有一个露台，直接能看河。
哎，来到云南的朋友，如果想吃野生菌啊，看这儿的啊，专门给你个特写，一定要认清楚，预防野生菌中毒，这些是不能吃的啊。关键是最有意思的，这儿还有一个禁食野生动物。你说你画点别的就罢了，老虎、豹子、鳄鱼，好家伙，这谁吃谁这是啊？这就当地人吃饭的小店啊。哎呀，你看这随意的碗、杯子，每个桌子上给你撒一把花生，就跟瓜子儿一样。这花生还挺好，你看。哦，鲜花生，先吃点花生啊，有点肚子饿。鲜的。哇，花生都能吃出来泥土的味道。开吃四菜一汤。哎呀，坐在这儿，看着这个环境，青山绿水，饭菜都香。爆炒无骨鸡、炒腊肉、炒肥肠，这个是当地的特色。它是一种根茎，叫羊河，炒羊河。还有一个汤，萝卜苗红豆汤，你看里面还有红豆，也是当地特色。这小店生意真好，那吃饭的全是本地人。本来我点的是3菜1汤，我看见这个当地特色，我说哎，你给我加一个。老板都不情愿加，说我们太忙了。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，就给我加了一个菜。哪个羊哪个河呢？这老板也说不清，反正是一种根茎，植物根茎。看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紫紫的，有点像紫笋。哇，非常的脆。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味儿，微微呢还有点苦味儿，不错。来到云南啊，真的是吃花又吃草呀，非常像一种植物的这个味道。有点像笋的口感，有点像藿香那个气味，辣椒爆炒的风味独特啊，好吃。就吃起来就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，因为它回口有点苦苦的味道。再来尝这个汤，萝卜苗，细细的碎碎的萝卜苗，然后还有红豆，很浓的萝卜味儿。哇，这个好吃，特别的脆，到了你的牙尖啊，直接呲儿一下就那种感觉。脆。哎呀，这个菜我真是从来没吃过。还有红豆，它呢有点发黏，因为把这个红豆都熬软了，啪啪的红豆，软软的红豆，配上这个萝卜味的这种汤，咸汤是咸的。这个汤真不错，它里边还有一些辣椒，喝起来还辣辣的，关键是萝卜苗的口感太脆了。
来这儿就是为了吃这个爆炒的乌骨鸡。它的乌骨鸡有很多种做法，这个做法你看没？真的这离四川近，感觉是川味的做法。这个乌骨鸡在当地还能凉拌着吃，然后还能炖鸡汤，这个是爆炒的。它因为是新鲜鸡肉，过了一遍油，然后直接炒，很快，所以说这个肉非常嫩。就是这种鸡胸肉，吃起来里头都嫩的，外脆里嫩。过了一遍油。我爱吃里头这蒜。这个乌鸡啊，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这个皮，它非常的脆，然后非常的吸味儿。好吃好吃。这人要吃饭不仅口味像四川，其实说话也有点像四川。你一说啥，他就说啊要得要得。哇，这个乌骨鸡啊真好吃，怪不得是盐津黑凤凰。辣椒、花椒，你看这青花椒。来提味的，还有姜，这个拌米饭啊绝对香。说到拌米饭，不得不介绍这个腊肉了，当地土猪肉做的腊肉，然后蒜苗、辣椒啊，还有这个蒜片来炒的。来到大山里头啊，这儿人就爱吃腊肉，咱得尝尝当地的特色。这个不能空口吃了，为啥？空口吃浪费，咱配米饭，因为它这个肥的非常的油，非常的香，必须一块的下去，往米饭上一盖，再来点这个辣椒、蒜苗。这一口就不过了，太香了。吃腊肉吃的是个啥味道？吃的是时间的味道。看这个腊肉的质感啊，有皮有肥有瘦，薄的能透光。除了腊肉下饭。爆炒肥肠必须下饭，里头有泡椒、蒜苔，往上一拨。吃肥肠就得这么吃，这泡椒都能吃，特别好吃。在这个川滇交界有个好处，又能吃川菜，哎，又能吃云南菜。呵呵这个泡辣椒太霸道了，酸酸辣辣。你看它这个肥肠处理的非常干净，没有里边的肥油，就是这个肠皮，太香了。